解放军这回得一次性解决2个，台海刚被爆有雷，专家就把火给灭了，这架打不起来。各位好，我是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。印日空中演习正式开幕，消息显示，4架印军苏30 MKI 重型战斗机将与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斗机进行对抗性训练。这是印度空军战斗机首次部署到日本。除了4架苏30 MKI 重型战斗机以外，印度方面还派出2架 C-17 运输机和1架伊尔78加油机，其中 C-17 主要运送人员以及装备，而伊尔78加油机则专门提供加油支持。原本印日的这次演习在2020年就该举行，但因为新冠疫情原因被推迟，如今放到这个时候展开联合训练，以至于让外界怀疑这很可能不是巧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演习的政治意义被印度媒体视为剑指中国，依据的是该演习符合之前印日2国外长和防长2+2对话后联合发表的声明。据悉，当时声明中强调了对中国侵略的担心，扬言印度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足迹不断扩大，促使印度和日本站到了一起。基于此背景下，倒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日本就不用说了，不管是为了讨好美国，还是自身对中国的敌意，岸田内阁当下已然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要站在中国的对立面。至于印度，早在特朗普执政期间，印度就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所谓四方安全机制。美国是一直都想把这个机制转变成军事同盟的，只不过印度还没有点头而已。但是印度却从中看到了借力制华的机会。印度并非对中国没有敌意，尤其是长久以来的边境争议。莫迪政府虽然表面上说与中国用对话的方式看似解决了矛盾和问题，可是其实该国并没有真正的放下。可以说印度始终在寻找机会对付中国。如今若是与日本联手，能够有效打压中国，那站在印度的角度无疑是件好事。传言曾经的台独头子李登辉曾主张联合印度和日本夹击大陆，暂且不论该消息是否属实，仅从这个角度其实就可以看出亚洲的军事地理格局。就日本的地理位置，该国处于中国的东方，而印度的地理位置则位于中国的西南方向。与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相比，不可否认，日本和印度是中国在自己周边所面对的2个最强大的非合作方国家。别看印度当前一副不与美国抱团的模样，但莫迪政府的态度向来是诡谲多变的。所以从地缘战略层面看来，日本和印度不排除联手在台海方面给中国大陆埋雷。况且以美国现今的狂妄，或许日本和印度选择在局势紧张之际展开联合军事演习，就是美国在背后怂恿蛊惑的。总而言之，印日联合所带来的威胁值得中国提高警惕。当然倒也不必过于紧张，日本和印度即便联手，很大程度上也敌不过解放军。现在的解放军不管是步兵轻武器、坦克装甲车辆，还是远程火炮、预警机、电子信息战能力，以及有人无人驾驶作战飞机，都长足的领先印度，甚至日本都不止一个世代。再者，此次印日联合演习有一个细节值得我们去注意。这次印度和日本参加演习的3种战斗机都是现役主力机型，属于同一代战斗机，可是他们却都不是双方拥有的最先进战斗机。既然是剑指中国，何不派出最先进的战斗机参加演习？再分析看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印度和日本的亲密度不够，说白了就是2国之间没什么信任，内部有问题，
还怎么联手？想来这次演习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。考虑到在这之前，印度邀请120多个国家参加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的视频会议，却独独把中国排除在外，是故意针对也好，还是别有原因也好，算上那次，这是莫迪近来第2次点火，惹怒中国的下场，是印度想试一试吗？日本和印度一个两个的都赶上想当炮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解放军有多忙，此番得一次性解决2个，可实际上这架从一开始就打不起来，因为专家早就把火给灭了。就印日这么小规模的军事演习，首先在军事意义上就十分有限，至此根本不用考虑其他，中国纯当印日在表演小丑节目就好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。